好，来看一下目前俄乌的战情哦。在红军城这边，现在俄军好像是一个2阶段的战术，就是在顿巴斯这边持续的往红军城这里推进哦，围攻红军城，然后另一方面拿回这个库斯克。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红军城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围攻阶段了。普京向这个红军城不断的推进哦。那他说现在是2路战略哦，一路呢，我们来换一个颜色来跟大家说明，一路是这个在保卫这个。等于说向红军城推进是从库斯克这边，另外一路是较小的部队来保卫库斯克。那再来莫斯科，现在他们已经重新部署了，主要就是持续的向红军城这边来走过去哦。那现在大概只剩下这个5英里左右，也就是大概换算8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但是呢，乌克兰的总司令讲说，没有，这过去6天你们都没有向前迈进1米哦。虽然说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半岛电视台的那个地图哦，都是显示它不断在推进，可是乌克兰对外说法是说你们没有任何的进展。那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我们就看实际上面的一个作为，比方说乌克兰以安全疑虑为由，已经取消了红军城的疏散列车。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红军城里面的居民哦，要等着离开，但是他们讲说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很担心，就是会被这个俄罗斯攻击哦，所以因此他们把这个疏散列车给取消，让这个居民用其他的方式来继续疏散。那到底攻下这个红军城对于乌克兰或是俄罗斯的战争这个意味是什么呢？其实每周大概都有数千人在逃离这个城市。那俄罗斯的火炮跟无人机现在呢已经可以直达红军城了。那红军城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红军城呢，它其实是比较位在这个高位的地方，所以它如果拿下这边的话，相对有这个战略的优势，未来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来攻击其他的一些这个军事点哦。所以为什么俄罗斯一直持续要向红军城这一边来进攻，要拿下红军城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那另外我们看看，现在俄罗斯兵分3路，包含了这个地雷阵跟火炮来退敌哦。军事专家有提到说，俄军面临到这个乌军激烈的反击，所以他们现在在这边的战事其实非常的激烈。这个当然乌克兰也是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乌军能够进展。虽然就是也是持续在推进哦，可是好像进展速度的确是有一些限制。他们现在非常是激烈的交锋。那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是派出了72机械化的步兵旅哦，正在跟俄军的部队交战。俄军大概现在目前这边派兵哦，大概是有加派了3万多人来围攻这个红军城。那俄罗斯的国防部也提到，他们其实在库斯克这里也有一些进展。今天最新的一些数据是说，因为乌克兰是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到了库斯克，那他们说已经有击毙大概300多名的乌克兰军人，并且摧毁了乌军的17辆装甲车，还有2辆的步兵战车，2辆的装甲运兵车，还有13辆的装甲战车以及2门火炮。所以他们现在虽然是少量的兵力，大概5000人在这边攻库斯克，可是他们的进展速度也算是蛮快的。那美国的学者提到，他说觉得这一次其实这样子去攻这个库斯克，这个乌克兰的做法可能有一点失策了，因为乌克兰只是失去更多的人力装甲车跟装备和弹药。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这一切都很好，就是觉得说你这样子分散你的兵力啊，本来你大部分的兵力可以集中在这个乌东这里但是你自己把人分散走了，所以呢，他说俄方其实并不急于结束这一次的入侵，他就慢慢跟你耗，他就在库斯克那边慢慢每天消耗你一点，消耗你一点，然后牵制你，你自己反而变成要2面作战了。那我们看泽伦斯基讲，他说他会在库斯克地区坚定的继续来守住阵地，在红军城方面呢，也在增派增援的一些部队。那普京的讲法就更从容了，他讲说乌克兰没有办法透过库斯克入侵减缓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展透过我们调动边境部队，敌人在关键的地区
区，削弱自己，而我们加速了进攻的行动啊。俄罗斯对于红军城的推进是成功的，这也是普京第一次对于红军城，然后对于泽伦斯基去攻打这个库斯克有一个正面的讲法，就是说你的战略错误刚好落入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哦，你自己分散了你的兵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五角大厦到底会不会援助基辅远程的武器呢？竟然有这个报道哦，他们讲说此举的影响很小，战略价值也很低，所以在参与特别行动当中，90%的飞机哦，其实都是在距离基辅控制区300公里以内的机场，也就是说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向基辅移交远程武器，就是说效果微乎其微，所以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说，我与其这样给你这样无效的，又浪费我的钱，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又好像退缩了。这个远程武器到底给不给，又变成一个变数。那还有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现在这个红线哦。是不是正在改变当中？英国又向乌克兰提供了650枚价值2.13亿的这种轻型多用途的飞弹，所以现在也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不满哦。那普京就讲说，接下来呢，他会支持谁？在美国大选期间，大家就看这个俄罗斯的立场。没想到他现在已经很明确讲说，他支持的是贺锦丽哦。我们来听听。Ну, я же говорил, у нас, значит, фаворитом, если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был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господин Байден. Ну, вот он, его сняли из гонки, но он 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всем своим, значит,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госпожу Харрис. Ну, вот и мы тоже так сделаем, будем 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Это, во-первых. А во-вторых, она так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 и заразительно смеется, что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у нее все хорошо. 所以现在感觉上面好像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就是现在这个战局好像他比较有这个掌握度，甚至普京还讲说，我早在2022年就已经跟基辅几乎谈成了和平协议，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美国不让这场战争结束吗？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普京是美国大选的票房毒药啊，支持，所以你就知道他支持贺锦丽是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事实上人家早就这样讲了，叫千金难买早知道啊，因为他库斯科事实上也没有打很深呐，他就打到苏甲，然后就开始被围啊。那这个在战略上事实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啊。那结果你让人家看到你乌东却陷入这个兵力的空虚嘛？事实上，俄罗斯我有去观察哦，他在今年3月打下那个阿瓦迪夫卡，那之后事实上他往西的速度非常的慢啊，一直到6月他只进展了一点点，所以我认为他本来不一定要打红军村啊，那完全就是因为乌克兰去打了这个库斯克州，然后我们就看到8月，俄罗斯就往前这个进了一大块了。那现在是确定就是要打红军村了嘛？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论得不偿失，就这意思了。就说你库斯克，我不知道他原来的战略想必是要打多深啊。如果以目前的状况，你只打了一个城市啊，这个事实上在战略上几乎意义是0啊。因为你也守不住啊，因为那个地方距离主战场非常远，它还隔了一个哈尔科夫，对，距离非常远啊。那孤城悬在外面，对整个战局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俄罗斯如果打下红军村，他会不会进一步来打整个德涅伯罗州？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俄罗斯确实也有一些，比如说黄俄派啦，一些更激进的人，他就觉得干脆去打德涅伯罗州啊。那个地方有那个乌克兰的第4大城嘛，就是德涅伯罗市，这影响就很大了。那我们不管了，他其实没有打那么多哈。我认为他打完红军村，一定会再往西打，再打出一个缓冲区，然后扎波罗热也会往上打。那总之啦，就是你就会失去更多领土了。而且这个地方是跟
整个顿巴斯、扎波罗热跟赫尔松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是守得住的、啊。而且广义讲就会让俄罗斯在赫尔松这个地方更对外打更大的一个缓冲区啊，那使得乌克兰未来要打克里米亚会变得更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战局对乌克兰真的是非常的不利了。所以很多的军事专家都在讲说，这个乌克兰在人力短缺跟战略错误导致现在俄罗斯向这个红军城来推进，这其实就是来自于泽伦斯基错误的一个判断。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我们看很多战史啊，还有这种军法的书啊，有一个成语，我们都应该很熟，叫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把它映入到一块地方以后呢，把它后缘切断，然后进入口袋以后把它歼灭。对。其实现在啊，库尔斯克这个战役哈，我就常常想到诱敌深入。俄罗斯基本上很快就让你拿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对不对？然后也没有要把这块土地很快的打回来，对，反而是在东线上面加强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是你看到敌人就要杀啊，在哪个战场上就跟他拼到底。真正的主帅将是什么？在决定战略战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战术现在我们都看得蛮清楚的。俄罗斯面对这场现在这个俄乌战局的战略战术，那就是有一点诱敌深入。那乌克兰也不敢深入，就变成占了那块土地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要派他的很多精锐部队在那边守住战果。他也没有要扩张地盘的感觉。所以呢，那你做那个干嘛？对不对？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你这个1000平方公里土地有什么意义嘛？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美国的这国防部秘书辛格他讲美国不向基辅提交远程武器的理由，我觉得这是搪塞之词。很清楚的话，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你乌克兰把战火太扩大到俄罗斯，那把这场战争怎么样不断的升高。所以这场战争能打到什么高度它的那个战火的这个强度其实两个人可以控制，一个就是现在支持卡米拉的普丁，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的拜登。那这两个人其实上都在控制这场战争他的打的强度。那美国方面也有他的限制他的屋顶过去就不让你打到俄罗斯的这个境内去嘛。那为什么会允许泽伦斯基又跑到这个库斯科呢？我之前我就一直认为，这个是要给川普跟卡米拉在美国的选情上怎么样一个冲洗，因为他要说服美国的选民，大家说这场战争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打胜仗打败仗的话，败军是不可言勇的。所以现在俄乌战争基本上看起来，就俄罗斯处在怎么样看着美国的战略，然后决定他的战略。所以呢，其实说穿了，虽然是乌克兰在跟俄罗斯打仗，可是乌克兰手脚是被美国人控制的，他能怎么打，完全看美国的。对，好像对于乌克兰来说，打到这库斯克，你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它可以有一个拿来做宣传的宣传效果，打进了俄罗斯了。但事实上，在俄罗斯来说，就是我就是空出一个地方让你这样打进来，然后我再慢慢消耗你。所以就是他这样的一个部署，对于西方来说，他们是有一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一个讯号。可是事实上，对于战局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呢？赖老师。翟先说的没错因为当乌克兰一直打进库斯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欧美的媒体大肆宣传说乌军已经可以直接往北打了，而且突破了，那么打进俄罗斯境内，而且离莫斯科只剩下600-700公里远了。那么远一点的火炮，或者给他中程、短程的火箭弹或者是这个导弹的话，就可以直接攻击到莫斯科，还说无人机已经攻击到莫斯科了。那时候在台湾绿营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支持者一片叫好，好像就是说眼看的俄罗斯这个大帝国马上要崩解了，要被12000个3个机械化旅的乌克兰的库斯克军
就彻底的还说打败了，普丁的支持度重跌了，对3个百分点，那跌的3个百分点叫重跌，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哇，真的是很特殊的，也一片阿 Q 的声音。但是我在第一时间，我们在这个节目就在这个节目也是第一时间，我们的分析跟欧美的媒体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次应该是围赵救援，但是这个战略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有分析很多的要点，结果现在都证明我们的分析走在国际舆论还有国际军事专家的前面，现在都证明了泽连斯基的那一套没有用，吸引不了普丁，普丁没上当，而他的孤军深入，现在这支军队麻烦了，退不回来了。对，我们看到打到现在为止1个多月过去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有7位部长跳船了，这是事实。俄军往乌东的红金村逼近了，所以根据欧美的媒体报道，更近的4公里，远的8公里，换言之，也就是眼睛都可以看到红金村的那一些建筑物、那些防线都在了，这是事实。4公里在平地上，肉眼都可以看得到，就这么近，已经打到这里来了，所以双方都在交火中，是事实。乌克兰全境遭受到攻击，乌克兰自己都说，10月以后有每一天10到20小时可能都没办法供电，12到20小时没办法供电，所以最可怜的一天只能供电4小时，好一点的还能供电12小时，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就是 F-16战机的乌克兰的那一位资深的王牌飞行员急救章的训练最后载机了，这代表提供 F-16战机给乌克兰也没用，连这么王牌的一个战机一飞出去，第一时间嘣摘了。现在摘机事故的真相不明，不说清楚，是被爱国者自己打掉，还是自己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确定是被自己弄掉了。那这个代表，你看到现在没有一架 F-16战机敢飞，这都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些都是对乌克兰非常不利的情况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美之间现在对于军事上面都要透过一些对话来互设一些这个防线，避免擦枪走火。看到了伯恩斯有提到说，这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和这个中国大陆的南部战区指挥官展开对话，意在防止中美两国发生军事上的误解。那事实上呢，其实你看到今年以来我们这样放了一个世界大地图的确就是你来我家，我去你家，这样的一个中美之间的角力情势是越来越加明显。那特别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是常常就动不动就逛到了这个美国家门口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海军陆战队将要去到巴西参加这个福莫赛行动2024的多国演练。这个什么什么2024不是这个美国最喜欢在这个印太地区举行的吗？现在我比照你这种取名的方式到你家门口来热闹一下那说是应巴西军队的邀请，中方近期派出了海军陆战队的分队去到这边来参加这个福莫赛行动2024多国联合演练。演习的项目呢是联合登陆跟抗登陆作战的演练他们说就是要深化中方以及跟这个参演国军队之间的友谊合作，来提升共同安全风险挑战能力。那不要说那么多啦，这个位置离你美国近不近呢？你家门口晃一晃那俄罗斯其实在之前也是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也去到了古巴这里，4艘军舰到这边来秀一秀，在这边同样也在这边晃一晃，那让你美国感受一下家门口有人在那边军演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那另外这个中非论坛现在就是进行当中嘛，习近平有提到说要承诺非洲1.62兆的资金来强化这个军事上的合作，未来3年呢会提供非洲国家1.62兆
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深化。那华府的智库就讲说，其实大陆长期重视非洲，然后努力建立这种政治关系这跟西方国家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大陆在吉布地这边也要建立海外军事基地，那大陆的军校也变成了非洲将军的摇篮。在2019到2023年，有不少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接受了大陆武器的大规模交付比如说这个大陆就像吉布地还有这个毛利塔尼亚交付了军舰，以及奈及利亚和刚果交付了无人机。那2017年呢，大陆在吉布地建立了首个海外的军事基地，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可以抵达地中海，然后直达欧洲大陆向东则是可以直通阿拉伯海以及印度洋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隘口那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贸易的一个通道，所以在这边非洲它同样也是有这个等于说军事上的一个据点。那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机其实也是从俄罗斯的航空基地来起飞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允许中国大陆的军机驻扎在这个阿纳德尔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呢只有距离阿拉斯加州大概600公里20分钟就可以飞抵美国的这个领空上头。那中俄现在总理的联合公报也是在推进这个北极航道的开发，2次公报都有提到说这个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个航道已经变成中俄合作的重中之重。那美国他们其实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公布了一个新北极战略，就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边有很多军事动作你看这3个地方是不是也变成了反过来包围美国的一条链呢？所以美国你在这边弄第一岛链，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对你有所包围嘛。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对于第一岛链来说，更是这个现在最热闹的这个对峙点中俄他们现在总共4艘的海军的舰艇不是在7月份开始陆续就是到日本这边晃呀晃嘛，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南海这边来联合军演那可是这个美韩你们现在也是要进行一个双龙的军演，甚至呢日澳也要建立一些这种共同嚇阻力说要这个2+2的会谈。所以这个其实全世界你都可以看到，处处可见中美之间的这种军事张力，好像怎么样能够斗而不破，怎么样能够设下这样子最后的一道防线呢？避免擦枪走火。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南部战区跟这个美国有对话，那这个应该就是针对南海了。那事实上确实南海比较有事端就是菲律宾嘛那不管是在仁爱礁、宪兵礁，确实都有一些状况，而且也没有退潮的样子那事实上幸好不是东部战区了东部战区就是台湾还有日本那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一次这个非洲论坛我觉得他在战略的角度上，他说这个就是永远的战略伙伴做这样的定位，我觉得他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是非洲的成长跟中国未来的国运是紧密相关的啦。我认为它的重要程度大概跟东南亚那个东协差不多那非洲现在大概是以每年大概4% 的经济成长率嘛，那目前的中产阶级，它总人口大概是12亿6千万，目前的中产阶级大概有9000万，每年以1000万在成长，所以你去想这个是多大的市场那中国大陆各种工业制品，我觉得它在非洲几乎没有对手，所以我觉得它大概逐渐看清楚这个图像就是说我协助非洲的基础建设，协助它壮大它的消费人群，壮大它的工业市场，那基本上到最后都会回馈到中国身上那更不要讲那个政治上的意义了，就是联合国就稳定它有53票的支持嘛所以我觉得，所以他才会拿出那么多钱就是3600亿人民币3年嘛这是很大的钱我觉得他就是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崛起中的
一个消费人口、消费市场这样做支撑。好，来请教介老师。因为这2年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这些中国大陆解放军啊，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各种动态来讲的话，那么加上空军的一些动态来讲的话，可以看出来，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大陆正在快速的进行所谓全球军力投射的一种能力的建构。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今年已经多次美军已经发出很多信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不管是海军舰艇还有空军都在这个白令海以及北太平洋一带那么进行联合的巡演。那这些是过去比较没有见到的。另外一项，今年就是说年初的时候，中俄加上这个南非在南非的这个靠近印度洋岸的德班港举行了一次联合的军事演习。然后在7月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又跟这个坦桑尼亚进行了海军跟这个陆军的联合演习时间长达2个礼拜。那是最近这些迹象，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不但从北太平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非洲的东岸已经超越了印度洋到非洲的东岸，所以都有军事的活动。那中俄之间的有关的这个海军联合巡演，甚至空军联合巡演，甚至陆上联合巡演那事实上多次进入到欧洲的大西洋领域，进入过地中海，也进入过哪里？也进入过这个波罗的海。上个月我们还看到，就是说，这是好像是英国的发出来的讯息，就是说中国大陆有舰艇直接穿越英伦海峡，直接往这个波罗的海往上走。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地球上的水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过去没有出现。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是逐渐从一个陆权国家正在往海权大国的这个角度慢慢的正在过渡当中那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中国兵法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如果你有全球的这个兵力投射的能力的话，我觉得美国要对中国的围堵就不会靠那个3个岛链就够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大的博弈，军事的博弈。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一旦要建立军事对话，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来闹的他前段时间好不容易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谈，也是卯足全力说要防止这个误解，要建立起印太司令跟东部战区的直接对话。建立起来之后，裴洛西就来台湾闹了这个就是美国人的目的。现在要在南海之间要建立这个战区的对话，基本上来讲就是准备要在南海闹事了这就是美国人的目的。那理由都是为了防止军事误解、军事冲突。所以美国建立军事对话的目的是要来闹的。那中国大陆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两方太平无事的时候，那这个对话都会通。可是，一旦你来闹有事了，那对话就不通了。所以一旦这个电话那个裴洛西来了以后，你看美国那个电话打了 n 百次，东部战区就是不会接了。同样道理，今天伯恩斯说南部战区要对话了，那是没事。可是你菲律宾一闹的时候，你美国的战区要跟中国对话就不会通了。那就是代表什么？大陆早就知道你建立对话的目的是要来闹事，中国大陆就不会跟你通，就是一定会跟你打。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会释放出的讯息很多了。中美洲跟南美洲为什么会一直邀请中国大陆去参加他们的军演？是因为他们也受够了美国动不动就介入他们的国家的军事问题，那么甚至透过军事的介入去发动政变。不管是委内瑞拉，或者是巴西，或者是哥伦比亚，好多国家都一样。所以他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国家，如果中国大陆现在能有能力到了加勒比海，有能力到了这个中美洲跟南美洲，跟他们有军事演习，最后有停泊驻扎军事合作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多了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可以抵制美国，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更有选择。对。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民众党的下一步现在打算怎么做呢？来，首先看一下哦，这个柯文哲遭到羁押禁见，是否抗告？柯文哲的委任律师郑声源他提到说，今天上午到法务部矫正署台北看守所律见2个小时之后，接受媒体联访，是否提抗告之说。他说，等到3位律师都律见之后，才会发表确认的说法。但是整个绿色价值倒是嗨翻了，在昨天。就是柯文哲送抵台北看守所的时候，民众还拍手欢呼啊，当然是绿营的支持者。那这柯文哲遭到羁押禁见，看守所外头大概有300名的民众，还有人大喊说土城的选择柯文哲送啦，老天有眼哦，还有做好了这样的一个看板，说进哦进哦，这个土城的选择，恭喜入主土城第一排，这样子来讽刺这个柯文哲。到了土城哦。那王世坚的讲法，他是说，这个准备要送一个甜点，叫做起酥蛋糕，就是谐音起诉啊，起诉蛋糕。因为柯文哲经过羁押，再来就要起诉了，会送给他，让他尝尝人间美味哦。那甚至他在 Threads 上面发文，附上了试菜照，说哀今勿喜，不胜唏嘘哦。但该试菜还是得试哦。将会带会客菜给柯文哲，所以还是蛮酸的。过去是科学家嘛，他之前曾经讲过说什么一个喜欢骗人的人，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立诈骗集团，所以他最近大家又跑去一直会问这个王世坚对于柯文哲事件的看法，所以感觉上面是哀今勿喜吗？还是有偷偷窃喜哦？那当然，这个绿营的政论节目也都是这个最近都破1啊，这个收视率都这个相当的高，因为他们全面的就是延伸来解读柯文哲的方方面面哦，所以这个等于是洗涤了他一番呐。那再来，国民党现在是讲说声援柯文哲，但他们声援的方式是说，并不是说觉得柯文哲就是无罪，而是说你同样的这个一个市政2套标准哦，没有新的市政列入审酌，为什么会做出跟前一次这么南辕北辙的这样的标准？那这样如何让人民来信服你法官的裁定标准在哪儿呢？甚至在 PTT 上面还有这个 ChatGPT 对于柯文哲裁定全文提出了问题，有3点呢。第一个是说证据不明确却羁押提告，因为裁定书当中提到刑事上已经符合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图利罪之要件了，但随后又指出究竟仅是这个被告单纯图利，或是有共犯契约甚至收贿赂呢？这有待侦查。那检察官依照调查所获的证据来查明，所以看起来好像也并不是太明确，就是只有图利而已。那再来，羁押的理由不足，没有充分考虑交保替代的措施。裁定书认为有灭证跟串供的疑虑，但这个理由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说明被告如何可能会毁灭证据或串供。再来就是对于未来翻供的预测欠缺具体的依据。裁定里面提到了说，被告未来可能会翻译前词，甚至勾串共犯或证人，这只是个推测，而且也没有提到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连 ChatGPT 他们想要呈现的是说，这样 ChatGPT 都觉得你这个裁定书这个有很多的问题点哦。你看 PTT 下面的人讲说，这就代表说 AI 要被洗涤了 ，AI 要教育一下啦，因为 AI 不懂法律啊，哪一个绿？绿色的绿哦。他说台湾有台湾的玩法，你不可以就这个原本的法律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现在 AI 遇到台湾的法律也要再学习。再来，这个赖清德吹响反贪的号角。这林传媒的讲法，他说赖清德上任才过100日成功吹响了反贪号角，树立了领导的威望。只不过2次的挥刀却被批评透过司法整肃异己。那赖清德赢得了整肃美名，却可能要付出派系恶斗还有朝野对立的代价。但他 care 这个吗？他可能也不在意就是那又如何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派系恶斗就恶斗，朝野整肃就整肃嘛。现在他说了算再来，我们看一下黄国昌证实 AIT 也有
关注这件事情哦，因为柯文哲被羁押，其实国际之间非常的关注，很多外媒在报道这事。那昨天 AIT 也确实有跟民众党联系沟通，那黄国昌讲说，因为基于彼此尊重，所以不便转达沟通的内容，是不是也是等于 AIT 在关注赖清德是否在打压在野党呢？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风传媒在讲，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操作一波以美论、依赖论呐。那这个是由王沪宁带起的这一波的风向哦。那其实这是风传媒看法，风传媒觉得说这个现在以美依赖是中国大陆在操作，但是我们在节目上面其实讲到说以美依赖都是来自于美国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这个讲法哦。那反正他的认为是说台湾的版面呢现在受到柯文哲涉弊的事情挤压，其他新闻相对不容易受到注意哦，所以没在台湾媒体通路上造成很大的震荡。那柯文哲意外打败了王沪宁主导的操作这一波对台认知作战，这是风传媒这么认为。那意思是说，国安高层反正办这个柯文哲是要来消除依赖论吗？也就是说，难道是用柯文哲来救赖清德吗？这是讲法也蛮奇妙的。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柯文哲这个羁押凸显出很多方面的问题啦。第一个同样一个台北地院，同样一套卷宗释证，结果做出完全不一样的裁决。第一个法官说无保请回，那第二个法官说羁押，新政范围真大。这个司法院不用做个解释吗？他是用同一套卷宗然后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裁定那你法官，你的裁定的范围真大，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这样搞的哪个文明国家这样搞的你并不是用新释证来裁定柯文哲该羁押这个司法院要给个解释吧，不然这是什么国家嘛？你的司法可以有这么宽的解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检他本来声押是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跟第6条一起来的那第4条就是违背职务贪污嘛，收贿。那第6条是图利对彭正生也是，可是最后台北地院裁定的都是图利所以这里当然人家会有话说嘛，就说坦白说，我们对于这么大的说这个在野党主席前首都的市长、副市长你要做羁押的裁定，你是不是要更周延、更谨慎一点你的金流对价到现在还找不到证据，那你就急着办，急着上马来办，尤其是彭正生还找到6年他的账户暴增了2400万，对，那到现在北检也不能够证明那个钱是不是来自金华城然后我们再看木可公司，他收押了这个李文忠，那搞了半天，现在李文忠也交保了，交保200万，结果他交保他现在这个罪名也是那个伪造文书，当初不是讲得很大声说可能是洗钱吗？那为什么没有洗钱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北检就是办得一塌糊涂嘛？你到最后都是用最抽象、不明确的图利，那你就把人羁押了，然后就是看你2个月受得了受不了嘛。比如说沈庆金，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嘛，受不了你就来招吧，那我就可能得到证据嘛。不然我可能我搞了半天金流对价都找不出来啊。最近天气那么热，有一种屈打成招的感觉。我就是叫做押人取供啊。就是我跟你讲啦，这个图利罪当然有一些欧洲国家有比如说意大利、法国是有图利罪的啦。可是我们台湾所熟悉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他们没有图利罪这个就是制度选择的问题啦我们也不要说哪一个制度绝对好可是显然它有一些问题嘛，比如说它容易先押人来取供，
那就会造成司法单位的不认真啊，不严谨啊，那第二个就是会让有一些比较老实的公务员他不敢做事嘛，你随时会被检举嘛，所以为什么最近日本媒体啊，比如说柯文哲实际上在他这个羁押之前，那个日经亚洲也来访问他啊，因为他们看不懂，日本人跟美国人都看不懂到底在干嘛。怎么没有公布金流呢？怎么没有这个对价呢？通通都是媒体在审判。那到了北院北检，具体的金流对价都不敢明说啊。比如说，连那个判羁押的那个法官，他也只敢说，有一些不明的金流啊，在柯文哲跟子女之间流动，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一点啊？你不敢讲嘛？有人这样办案的你去看日本、美国，如果没有金流对价，你敢压一个人吗？所以我说这个司法就是出了严重的问题了。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台湾司法的公正性。对，不为任何人，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啊，这个是我们最在乎的，不是在乎谁涉案谁不涉案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司法有没有变成了政治打压异己的工具？对，司法的公正性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凡要指控一个人，或者你要起诉一个人，或者你要关押一个人，要基于明明白白的证据。这件事情看起来，刚郭院长，我也认为证据不足啊，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出来。这个案子说办很好办，而且北检的话，这个案子也不是昨天开始办的。对，他在之前传讯了那么多人，所有的相关的公文书，基本上应该都已经搜罗俱全了。那你要拿出来哪一个公文书，对不对？说是这个现在被你羁押的人，就柯 P 来讲，是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在那个公文上有明白的签注任何事项，或者说最后下面拟上来的公文，一层一层签上来的公文，最后是由你判决的，这个就是具体的证据。因为公务员办事情都不是说嘴巴交代的，通通是要用什么？用文书来处理的。文书要处理的话，不是一个人办案，而是一群人办案。怎么讲呢？这个案子是谁是承办人？承办人写完以后交给科长，科长交给副处长，副长给处长，处长给主任秘书，主任秘书给副市长，市长给市长，副市长给市长，然后还会相关的这个单位。如果这种是相关的这种建物案的话，他一定会去会什么？会这个会计处，会法务部门，会政风部门，都要签名的，都要签名的。你不要以为一个案子谁可以一手遮天。我做了30年公务员，所有的案子基本上相关单位都要表示意见。那请问一下，在这么多公文书里面，你找到什么直接证据？没有嘛？我看了三份这个相关的这个现在我没有看这个声押的这个他的理由声明书可我看到了在高院的时候，他才驳回的那个说明书，这个法院的说明。还有就是说，这个到地院第二次这个法官的这个有关的法律意见，我看了都没有看到讲出什么证据啊。那更不要讲了，你图利你的金流呢？因为我们检调机关的权限是非常大的他要查案子的时候，把你的所有财产通通可以找出来所有银行都要把他资料交给你还有你的通联记录，对不对？所以你去找了那么多的。那么多东西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一个具有这个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里面你找到证据了。对，你光听这个人说那个人说，这个不能成为主要的证据这个案子是这么多人经手。另外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知道给容积率的840还是小屋大屋还有1142平方米，还有上千的。还有高雄最近又爆出一个2000多的，那为什么只办这个案子不办别的案子？这个选择性办案也是一个不公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这样子办成这样真的让我无法对这个司法的公正性
还有司法的哈，是不是背后有政治动机这个怀疑哈，我的那个怀疑有减除。好，来问赖老师。没有，对不起，没有新事证。同样一个北院，一组法官认为是无保请回，另外一组法官他认为要羁押禁见，然后他的理由是说高院有提出叫做积极介入，那大家都在问什么叫做积极介入？可是这个图利罪明明白白写的，也就是公务人员对主管或监督之事项，明知道违背法律，直接或间接图利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的利益，然后呢，因而获得利益者。可是问题就在于，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出一个证据，特别是检察官，或者是高院，或者是裁判羁押禁见的这个法官，他们没有一位拿出说柯文哲因为这个案子直接或间接获得利益，因而获得利益嘛。那到目前为止没有告诉大家他所掌握的可靠的证据是他获得什么利益，都没有。那都没有的情形下，就要用图利罪的方式，而且用贪污治罪条例。贪污治罪条例里面也找不到他的贪污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不知道。然后也没有拿出他的行贿，也没有收贿。既然没有行贿，没有收贿，所以找了一个最轻的图利，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在图利这个部分里面，又拿不出说证明柯文哲有图自己的什么利，那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同样一个北院没有新事证，再强调，一位法官他认为是无保请回，另外一位法官却是羁押禁见，这个让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原来自由裁量权可以这么大，关跟不关差这么大。接着大家就问说，那2位法官有没有特质？结果还没有判决之前，大家都说后面这个法官跟绿营的比较有关系，所以有很多人说后面这个法官还没判决哦，说是绿油油的法官，这是舆论上媒体上都这么写的。那么大家也都这么讨论，说他是绿油油的法官，所以很多人就推论说那应该是羁押禁见了。应该是那时候还没有判决出来。对，那果然是羁押禁见的时候，我们看到绿营的人他们就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后但是非绿营的人，他们却没有兴高采烈，没有欢欣鼓舞。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法律的问题已经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那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赖清德，你整肃异己是不是才是你的目的？然后肃贪是你的一个工具，因为大家发现你肃贪的这2把刀，一个砍在郑文灿你的对手同党派的对手手中，另外一个砍在这个在野党联合中的关键少数政党的党主席手中，会不会有政治的连结性在里面？大家就开始讨论政治的连结性好像很强。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赖清德的肃贪已经蒙羞了，已经有污点了，赶快再多抓一些绿营的来证明你真的是肃贪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